天猫精灵。我在。没事儿。哒哒哒哒。挺帅的，别动了。可怜了，你可怜可怜你自己啊！就希望就是别人就是不需要你可怜啊，啥都能聊，可以啊。你想聊什么？沈岚，你咋这么好看？那没得了了。租的房子是的，对，租的房子。第一次看你的剧，给你上了一课。哦，哪一部剧啊？你多少岁了？我34岁。我快90了，88公斤。胖了以后，就是身体灵活度没那么高了。单身以后状态好很多。很酸是吧？
好像很久没发作品了，是。像你爸呀，那你爸呀挺年轻的呀，你多大呀？22岁，你爸顶天也就40多岁呗。直播上看着壮壮的，是因为我今天的镜头从上往下就没那么胖了。想听我的故事？想听什么故事呢？感情故事啊？你那下雨了吧？我这边一直都没下雨。酸驴子。因为我小的时候，东北嘛，小的时候就是有杏和李子嘛，然后小的时候因为嘴馋，小孩嘛，就等不了，就吃那种就是没熟的那种，然后就觉得非常非常好吃。我呀，我是大庆的。吃饭了吗？我没吃饭。有饭卡吗？我没有那个这个同性恋社交软件没有。因为我生活当中 gay 已经够多了，我生活当中全是 gay 所以就不用那些软件。我给大家讲我的故事嘛，就讲一个就讲讲一个曾经有一个大佬然后那个喜欢上我了，然后后来他就一直想让我搞影视方面的因为他就是做影视圈的大佬，然后他就想让我读那个影视的学校，然后因为当时呢我跟他处了将近7、8天就不合适嘛，就分开了。分开之后呢后来我就谈恋爱了嘛，大家知道我跟前任就谈恋爱了，然后他其实可能也会有点生气，然后但是呢也会
反正就等了我两年左右，然后呢，去年的时候我就打算来北京上学嘛，其实就是因为他，跟我说，赶紧让我报名之类的，那我就把酒吧就是关掉了，然后就想来北京来考试嘛，就想上那个电影学院，然后因为我去年的时候学历没下来，因为我那个就属于自考的那个学历没下来，然后但是呢，就是因为他那个上学的那个门槛卡的也不是那么严，就是他是你得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因为我们不算是那个本科，我们算是进修班，所以说他需要你有作品，你有进修的满足的那个资格就够了。他的意思，他就说那个你赶紧过来吧，然后看看如果说条件达不到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去打通一下之类的，或者说有人脉啊之类的，对，看看能不能过去。但是呢，其实他也说是50%左右，因为大家也知道，其实从那个好像有一个明星的事件，就是好像翟天临呢，还是哪几个明星啊，他们这个伪造学历这个事情啊，从那以后，其实国家对这个学历这块就是比较严格。虽然说我们是进修班，可能这个事儿因为也没有经历过，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能不能成。但是我也毅然决然的，就是决定来北京，然后也过来考试了。但是呢，其实去年考试的成绩我就来考试之前，其实我什么都不懂，然后我就问他，他也特别热心的帮我。后来就因为考试的一些，因为我已经15岁之后我就没有考过试了，没有正经的考过试，就是像这种就是面试，就是又反正就是特别正规的那种学院的那种考试。当然你要说这个其他考试我也经历过，就是没有正经的去经历这种学院派的这么高等的院校的这种考试，所以我有点慌。然后我就问了很多，就是但是他因为他大佬嘛，他平时也比较忙，然后他就没有时间回复我。然后因为有那个招生办的老师，我就问招生办的老师一些问题，然后突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问招生办的老师这些东西我都了解。他说你为什么跟招生办的老师说这么多？然后我就说挺懵逼的嘛，我就说那我不知道，我得问清楚啊，考试的时候包括这个一些细节的东西，我就得问招生办的老师。因为在我的心里来讲的话，我觉得招生办的老师其实就是那种说白了就是打工的，说白了就是他是有一点销售性质的那我有不明白的东西，我就问了一下，然后他就说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不信任我？你为什么问招生办的老师？然后我就说那你忙啊。然后他说他说百里屠夫你是特别聪明，你什么都懂，你做这些事儿，其实你就是你自己心里清楚之类的。然后我也被他骂的，这也不算是骂，就是两个人就因为这个事情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之后，吵得特别剧烈，就直接就是因为他之前其实说实在，他之前就是跟我就是因为他一直在等我嘛，他其实对我非常非常好，然后他也从来也不敢跟我吵架之类的。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要上这个学，然后他平时说话的时候也特别不，就是有一点点拿腔拿调的那个劲儿，所以在我心里吧，我一直都觉得说，可能因为通过这个事情，我就好像就是
有求于他，然后就低人一等的感觉。其实心里，因为我有点要面子，然后就因为这个事儿就跟他吵，后来吵到过了，然后我俩我就把他拉黑了，然后最后一句话我就跟他说，我说活该你没人喜欢，因为你根本就不懂什么是谈恋爱。这句话说完之后，然后我俩再也没来往了。然后我其实就想着说，去年考试的时候，我准备了很多嘛，然后去考试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紧张的，但是可能就是正因为你紧张，所以你在考试的时候你就话特别多，最终的结果就是我去年考试没考下来。就去年的考试，因为我们那个考试啊，像这种面试的，就是老师也不会告诉你具体是什么原因所以老师就是告诉你没通过，招人办的老师告诉你没通过。然后我其实就觉得说，这其实挺难过的。但是呢，其实我就在反思整个事情嘛，我就说是不是有的时候要牺牲一些东西才能获得一些东西呢？就好比身边的人就跟我说无论说这个事情他帮没帮你，或者说有没有阻止你，但其实他对你很好。我说是，我说我承认这个事情，而且其实他跟我认识这么长时间，其实我就跟他相处了7天的谈恋爱的阶段，剩下其实我都在谈恋爱。他看着我跟小大夫天天直播呀，然后秀恩爱呀，其实他心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所以从那件事情以后，我就开始去真正的去思考到底什么是你需要的，或者说是你有什么，你凭什么，你要什么。后来我就毅然决然的，对，就决定说今年再考一次，然后追求自己的生活，就是追求自己的目标啊之类的。对，所以到现在我跟这个大佬我们没有联系了，但是其实我依然在努力，想着今年就是说，因为今年学历也不是问题了因为今年我的自考的学历也下来了，然后就开始考嘛，但是也不一定能考过，我觉得其实挺难的妥协什么？都妥协了，我没有妥协有的时候其实你妥协了，结果也是不对的。就是我依然会相信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人在你之所以坚持，其实是你心里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比如说你为什么没妥协？就像这个随说你本应该妥协，没有就是因为你心里知道你可以有很多方式去追求到你自己想要的生活不一定是说要妥协。有那种不喜欢那个大佬，
不是不喜欢大佬，因为我跟那个大佬吧，我俩都是一，然后再加上吧性格特别像，啊，我俩性格其实有点像，他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他就有点像《甄嬛传》里的皇上，我其实也有一点点就是那个个性，对。有一点就是我能明白，就是你人达到一定高度以后，你就是会对很多事情会有所忌惮，有所顾忌，对，看很多事情都可能就想很多面，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啊，可能正因为两个人像，所以不太适合在一起，越来越像你不好吗？越来越像你，我可以做，我可以成为另外一个他，但不是在他的身边成为的，就是优秀的人嘛，在我眼里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那我想靠我自己的能力去变成一个优秀的人，起码现在来讲的话还是这个想法，因为那我能怎么办呢？你说我要妥协的话，那我当时正谈着恋爱呢，对不对？那我当时正谈着恋爱，我怎么妥协呀？难道因为我谈恋爱，然后我就跟我现任分开吗？因为人家其实就是想跟你谈恋爱呀，对不对？人就想跟你在一起啊。追求你应该感动啊，因为可能我一直都有人追求，所以我不觉得追求是一个是一个很什么怎么样的一个事情，没有觉得习惯被别人追求，所以没有太大的感觉啊。不开心吗？2个亿不开心吗？如果说是你的话，你可能4个亿你会更开心，但每个人的生活不一样，你脏不代表别人乱啊。你不要把自己带入到别人的故事里边啊。自考学历好考吗？好考，那你得好好考啊。再一个，其实自考学历，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有的地方是不认的。对。可以读 MBA， 你读吧。你好好考，这就是我的故事啊！我觉得，所以有的时候我跟小大夫吵架呀，我跟前任吵架，现在不是，我跟前任吵架，其实有的时候我会有一点点心理不平衡。我说那么优秀的人，我放弃了，我跟你在一起。然后你又不争气，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对小大夫其实要求很高的，对。但是后来又想说，哎，跟人家也没关系。受委屈不也愿意。我们可能是对生活有一点点得意忘形吧，就是有一点点得意忘形，就是好像有一些事情自己有能力去掌控，但其实没有，没有。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
有一些事情你无法掌控嘛，对吧？就像生活，现在其实我的生活其实算是蛮好的了，其实我的生活算是很好的、很轻松的一个状态了。但是你想更好一点，其实就很难了。而且，现在经济这么不好，未来的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在等着，所以你必须得努力啊，你必须得前进啊，就不能原地踏步。我是特别有危机感的一个人，所以我想着趁年轻的时候，对，多去触及一些所谓的高度，对。开出下一个花季，已经成人家了，已经成人家了，什么意思？没看懂。沉的泥土里，你有白头发了？我一直都有，我从10几岁的时候就有。后来其实我就会就想明白一些事儿嘛，我就说那个小大夫可能又跟我的生活的一个发展方向又不太一样，所以就分开了。就因为我是觉得说自己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因为自己可能想要的东西太多，然后对未来其实是有很强的规划感。小大夫可能，他可能是一个比较追求平凡的一个平淡生活的一个人，对，我可能追求的是那种大富大贵呀，轰轰烈烈呀，这名字什么名字啊？谁的名字？最近在留头发，然后就导致上面的头发吧太多了，这个头发就特大，就我都习惯就是说这两边剃得再短一点。曾经你也喜欢平平静静安安稳稳，年轻的时候吧年轻的时候会追求平稳稳安安静静吧，可能就是年纪上涨以后，有一定的对生活有一定的阅历之后，可能就自己的责任会多了嘛，责任多了之后，自然就会知道物质的重要性嘛，对吧？我
们小的时候可能，因为我刚出社会的时候，我也是想着就是说，够花就行。后来发现永远不够花。就你，特别你30多岁的时候，你就有责任了，啊，父母的责任，然后社会的一个责任，对，你就会不自觉的，你就会想再努力一下啊，对啊，趁你40岁，我觉得男的一般都是在45岁之后啊，45岁之后就可能就是动不了了，但是在45岁之前其实还是可以折腾折腾的，有点回到小娟儿时候的样子。只剩一个人了，责任我也想有，可是没机会了。那你不想着，就像你们一个人的这种情况，你不想着说有孩子吗？就我很好奇啊。其实我是完全没有压力的，因为我家里都知道我是圈子里的人，包括我觉得我有一些亲戚也知道。我是完全没有压力的，但是好像我妈妈还是希望我有一个孩子嘛。我说我不是说我不想要，我说现在谈恋爱就相当于养个孩子，等我就是经济能力足够的时候再要一个孩子。对，我经济能力再好一点，我说那我也要一个孩子，因为我觉得可能50岁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孤独吧，就可能没有爱情的时候，那你就需要亲情啊、孩子的就是这种生活去填补你的空缺嘛。可能会要，但是也得看自己的经济情况，对。我可以养他的孩子，我的就算了，也是一种办法。想养个孩子，还有能量追求那样的想法或者结果吗？那样的想法或者结果是什么？默识，还有能量。我很喜欢你说话的方式啊，还有能量去追求，我觉得这个能量用的非常好，写歌词会很有意境啊。还有能量去追求那样的要孩子啊，就看自己经济吧。我觉得还是孩子这个东西，你还是要经济能力吧。你有钱，你可以把孩子教得很好，养得非常好，对。他其实需要很多钱，我觉得养孩子。起码我对我自己的生活其实是有要求的，那我希望孩子可能，孩子可能是，对，就像你说的是消耗嘛，对，很多是消耗。孩子跟恋爱还不一样，可能恋爱里边你也会花钱，但是，我要给你吃个外卖吧。
心理支撑，有钱就有心理支撑，我觉得。我还是那句话，现在养孩子其实靠钱。你有钱，你可以不工作，你有钱可以找人教孩子，你有很多办法去养孩子。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就是对名媛这个是什么态度，对感情是什么态度？我觉得其实现今社会就现今社会你们到现在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明白，只要你有钱，什么样的人你都能获得。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懂不懂这句话啊？因为我之前其实说这句话，很多人不懂。对，很多人其实，对你只要有钱，什么样的人你都可以获得。钱能买来爱情，就爱看我吃东西。就是你们可能觉得名媛可能高不可攀呢，对，跟你们生活就是很远，其实不是，恰恰相反，名媛才好去获得。像那种就是靠自己的人就反而不行。点的是那个哈尔滨的那个盒饭，黑黢黢，茄子，哎呀，还真是哈尔滨味儿。反正我在那个南方，我吃这种盒饭，就明显就是改良过的，这个真的是哈尔滨味儿。哦妈！小短剧还拍吗？最近没拍，因为没有投资。我们其实把剧本已经写好了。是我们东北的那个做法。糖醋里脊，红烧排骨。目前最难吃的是这个红烧排骨，茄子，
我刚才不说了吗？你是中途退出了吗？感觉你一直在直播间。我刚才刚说完这个话题。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要。还是要有钱。我觉得跟年龄没关系。前两天有个人私信我说，我对象和你前任一样，也不上进，也不工作，然后该怎么办？我说首先，我前任已经找工作了，而且他跟我分手以后很上进。第二点，回答就是，如果他不工作不上进，让他变成你的前任。最强健的时候，我身体一直都不怎么好。其实在北京，特别是那些创业的人呢，还有那些就是很努力很上进的人，其实他们身体都不好的。就我觉得身体好这个事儿其实是需要付出很多代价的啊。就你又能把钱赚到，然后你又想身体好，我觉得这个挺难的，我觉得挺难的。健康一点，这个随意了。如果我家孩子然后就这么脆弱的话，那他在社会里怎么办？我没有那么慈，就是那种，就那种享受天伦之乐这种，就是这种想法我没有。我觉得孩子是来陪伴我的，我很自私，他是完成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的。
基因啊，我不认同这个。那我家没有好的基因呢，我觉得我家里都不是好的基因。但我觉得我自己还挺优秀的，跟基因有什么关系？你说再差的基因，我觉得你用钱都能堆出来一个好孩子。我管不到下一代，我能把我妈妈管好就行了。刚才我就刷到那个天佑鲍勃，你们看过吗？天佑鲍勃那部片子，其实我觉得你们应该看一看。比较悲是吧？就比较悲伤是吧？好看，那部片子有点就是我觉得那个片子我刚才我看完我就觉得，哎呀，我觉得那个片子好像就是有一点点，男主死的有点太不值得了啊。与其说是家庭的压力，我觉得很多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那个不上，就是那个缺德的那个男朋友，他为了一个男朋友死，我就觉得有点太矫情了。我觉得反而是他妈妈挺伟大的，一开始不理解，但是孩子就是从桥上跳下去的时候，他还蛮自责的，他能反思自己，我觉得这个妈妈是伟大的。尤其是接孩子上放学。
我要给你，我要给你爱的力量。哈喽啊！哎，站上。小茉莉什么时候拍点儿？现在没有投资，拍不了，就我们需要投资才能拍，拍电视剧很费钱的。很久没见你见过吗？在哪里见过？偶尔有联系，上个月聊了几句。没在深圳了，对，我没在深圳了。我要给你爱的力量。哦吼吼吼！酒吧转了，酒吧没有转，酒吧是自然到期了。在勾引中学会爱也挺好看的。什么意思？
去了好几次都没遇上，什么时候去的呀？忘记了，这还能忘？可见祺贵人不是诚心的咯。后来你来广州酒吧，我碰巧也不在，啥时候去广州酒吧呀？我啥时候去广州酒吧了？去年没去啊。啊，去的 play 啊，那我记得了。是去玩儿，哦，是去年吗？我怎么记得是前年？啥都可以聊，可以聊。两边白头发是怎么了？两边白头发从15岁就有了，14、15岁的时候就有了，遗传。不再回深圳了吗？
我家人都在广州，都在广东，我房子也在广东。是人要是人，就是你们问出这些话的人吧，就是我觉得你们就是生活可能有点闭塞啊。就是反正我对生活的一个理解就是，你年纪大了，其实每个城市，包括每个国家，其实你想去就去，就我都不觉得说什么什么就多远之类的，你这个东西不就是一张机票的事儿吗？抬抬腿就去了呀，这有什么不能去能不能去？这个城市，它又不是就是去不了的城市，都是在中国呀。心疼头发变老了。我把色戒了啊，这跟戒色有什么关系啊？这是遗传啊。那你觉得那些老头儿把那个色戒了，他们就能黑起来吗？还是你觉得所有的白头发都是因为他老了？就这个说法它不成立啊。抛开了你。速度将我推向椅背，模糊的城市慢慢地飞出我的视线。指甲在贴着脸上的伤痕，哭着对我微笑，这画面像用脑过度会白头发吗？白头发有很多种，有遗传呐，操心呐，年老啊都会白头发呀。放手去爱，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哎呀妈！小的时候觉得迪克牛仔特别土，现在就觉得迪克牛仔的歌怎么这么好听？像天际的
都是对工作操心啊，那你的圈子应该打开，不要看周边的。月光爱人老好听了，那首歌我觉得我唱的很拉呀，但是因为那首歌是怎么回事呢？那首歌是有一次我在直播间里，然后唱，然后别人就觉得很好听，然后就那个给我剧里投了2万块钱还是3万块钱，然后我就说那我也没有办法回答就是那个叫什么回报你什么，我是说那你喜欢那首歌我就给你录出来，就这样，我就给他录了那首歌。其实我觉得那首歌我唱的非常不好。但迪克牛仔确实长得太吓人了，感觉他就可以演那个大怪兽的那种，就大 boss。就大反派，他可以不用化妆啊。所以别怕我伤心啊！那首歌我也很喜欢，但是我翻唱的也是特别垃圾。最近那个房企塌房了嘛？那个房企塌房了，然后就是很多人就拿房企对标那个，就是那个新东方的那个叫。新东方那个男主播叫就新东方那个就是这前期的人设是特别有文化的一个男主播，长得不太好看的那个叫啥来着叫啥来着？那个宋什么宇，宋什么林，反正就是一个男主播嘛，就是房企跟那个男主播，然后都是走那种文化路线的。然后最近不就这段时间不董宇辉嘛，然后就都塌房了，然后就网上就开始踩这些人。我包括那段时间的那个李佳琦，我觉得就是大家真的是，就网友真的好奇怪的，就本身吧，这些人都是你们捧上去的，然后逐渐的你们又想把他踩在脚底下，就我其实我可能接触的人会比较多，接触的社会比较多，我现在能接受一点就是所有人都会有
都会有比较大的人格缺陷。就是我在社会这么久，我接触人那么多，我就明白每个人都有人格缺陷，每个人都有就是很重大的一个人格缺陷。但是其实这就是人，人无完人。就这句话可能说着有点平，就是你们但凡看到一个人，你们看到全是他的优点的时候，就代表你们就不了解他。对，就是我其实一直也跟身边的人说，我说所有的人他都有问题，只是你没看见而已。如果说你看见一个人他有问题的时候，不要不耐烦，不要就觉得说哎好像很失望之类的。就其实人都是这样，就人真的都是这样。我接触了好多的那些所谓优秀的人，他们都非常非常的自私，或者说特别自我。但我觉得就是只有自私和自我的人才能够非常非常的成功。你像有的人可能就是你跟他相处起来，他非常的善良，特别的憨厚，他可能在现实当中他啥也不是，因为你没有脾气，所以对很多事情包容，你就无法提高自己。包括可能你觉得你男朋友，就可能对就脾气特别好，但他一定相对比较平庸，对他的事业上就可能就比较平庸。所以你要清楚你自己想要什么啊，千万不能觉得说啊他好像我之前觉得他挺好的，现在就觉得不太好了，然后怎么样的。那我就觉得说你不能因为这个事儿你就对他失望了。而且就算是你对他失望，你要明白一点，其实不是说你对这段感情失望，其实是你可能逐渐的对这段感情有要求了。反正我就觉得每个人都有缺点，而且都是阶段性的优点，就是每个人的就他的美好都是阶段性的美好。就这点，哎呀，其实挺难去取舍的。我的缺点就是，你问哪方面的缺点啊？你是在生活里还是在感情里啊？每个人都有缺点。生活上的缺点是什么视角的缺点呢？就是爱人、家人、朋友，你是站在什么角色上看缺点呢？还是下属啊，还是同事啊？你得有一个视角，我才能告诉你你这个视角之下的我的缺点是什么。每个人都有缺点，我说的可能是在爱情里边，对，我刚才说的可能是在爱情里面，每个人都有缺点。我在爱情里也有缺点。我在爱情里缺点其实就是，我觉得我算是比较我的思想太活跃了。我觉得我在感情里我的思想太活跃了，就是可能
让别人会觉得说这个人怎么就他可能这段时间他要这样，他要那样，他就比较折腾。对，我跟什么不是专一，你听话你听，这我为什么在直播里我就不愿意跟大家聊这些东西？因为很多人他听不懂我在表达什么啊，因为表达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有的人可能就是，他好像就是按照自己的生活的理解去理解别人啊。土豆你好。生活不协调，不是生活不协调，就是说我在感情里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可能我跟他刚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样子，然后跟他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后，可能我就想让这段感情升级，能明白不？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感情不是平淡的。我觉得感情是什么呢？因为我需要一段感情是什么样的？就我给大家说一下我的对感情的一个观点吧。对，我对感情的一个观点就是什么呢？就我觉得感情是会让彼此的生活越来越好，是互相激励对方，相辅相成的一个这是好的感情。所以在一开始我在跟一个人开始一段感情的时候，可能前期是比较平静的，但逐渐的可能两个人变冷，就是变那个平淡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我就想着说，两个人是不是要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一起创业，或者说一起去别的城市，或者说一起去旅个游，怎么样的？就是我其实希望感情里是丰富多彩的。但可能我接触的大部分的另外一半，他们可能对感情就会比较平淡，就他们对感情的理解是，折腾啥呀？咱们创什么业呀？咱俩就好好在一起得了呗。那个，比如说我会对我在一起一段时间，我会对两个人的收入可能不太满意的时候，我就说，要不要咱俩一起去，就是做点那个小生意啊，或者说提高一下学历啊。但可能我的另外一半们，就曾经的另外一半的那些人，都会觉得说，就不要折腾，对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那我会觉得说那感情感情总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我希望每个阶段都是精彩的，都是上进的，都是美好的。但是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他不喜欢这样，所以这就是我的问题。然后一旦对方可能跟我的节奏不相同，或者说就是追求不相同的时候，可能我心里就会打退堂鼓了，就是可能我会觉得说，这段感情好像就我要减分了。对，我是减分制的，就是我很容易就是去给别人就扣分，所以这就是我的问题。我之前的感情其实不太长久，都是因为这个，因为我就会觉得说，两个人在一起的能量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两个人不努力的时候，反而是会消耗彼此。对，但有的人不懂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说，我就想跟你好好在一起，就没有想过其他的。所以这就是我搞不赢的地方。对，很多人的思想跟我不同步吧，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对，
对，小大夫是跟我在一起最长时间。我觉得我跟小大夫最长时间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因为这个阶段的我，可能经济可能比较独立。这经济比较独立的意思就是经济比较优秀。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小大夫这个人其实他事儿比较少，见面很少，我们每天都见啊，怎么是见面比较少呢？相处的时间比较少，是见面，我们每天都在一起生活呀，怎么能是见面少呢？是相处的时间少。图图好像有个角色转变，好像有个角色转变，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就是，反正跟我生活节奏相匹配的人就是非常少，因为我就觉得我挺折腾的，我就觉得我挺折腾的，因为对生活是隔一段时间会对生活是有要求的，就很多人就会说你30多岁了，你有房有车了，你还上什么学呀？你还折腾往北京去干什么呀？我说不出来为什么，就是很多人都在问我这个问题都在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有房有车了，而且经济也算是蛮稳定的，你为什么还要折腾去北京上学呢？因为你对生活是有要求的呀，你对生活是有要求的，所以就，而且你不觉得就是有些人就是可能30多岁就在享受生活，首先我说实在话，那你30多岁享受生活，你享受不了多久的，因为你要开始纯享受的话，你的钱花的是非常快的。第二点呢，就是没有那么多好的生活让你享受，然后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那你干什么呢？你可能经历了几年时间，你就把你想去经历的东西都经历够了，然后又钱又没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按照我的想法就是赶紧去进步啊，赶紧去完成自己一个又一个的目标啊，不要时间浪费掉啊，就我的想法是这样。但可能在别人的眼里就是觉得你好折腾啊，你好不稳定啊，就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三观的问题这是纯粹的三观的问题。你们已经见父母的地步了，结果还是散了。没有见父母，我没有见过他父母啊，是他见我的父母了，而且因为我是完完全全出柜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再加上他家庭又跟我家庭不太一样，所以他住在我家，那我觉得 OK 的呀。遇到合适的人还要在一起吗？暂时没想过，就是不缺，就是不缺感情，所以就对感情的需求没有那么大。我觉得就我现在就是缺的是什么？缺的是人生丰富的经历，所以我就会拼命的想去增加自己的经历，增加自己的阅历，增加自己的学历其实两个人互相喜欢，完全可以一起创业啊。那你一看你就没谈过这种恋爱嘛？你但凡你要说出这种话的，就是你一定是没有谈过什么恋爱，你说的只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幻想。真正两个人在一起的话，你得看别人愿不愿意啊。
你得看别人愿不愿意呀。没谈过恋爱是，就很多时候你们会觉得说啊，那两个人在一起创业多美好啊。就是起码我在我的生活里边，我没有遇到就是经济相同的两个人。如果是经济不相同的时候，那其实就跟一个人创业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人的性格又不同，有的人想上班，有的人想创业，不是所有人都是同步调子在生活。干嘛要逼对方一起上进啊？没有逼别人一起上进啊，就是那你不上进，那我要上进的话，那咱俩不就散了吗？能明白吗？就是就像我每一段感情我可能会分开的主要原因，恰恰是因为我没逼他，正因为没逼他，所以才散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权利去要求别人做什么事情，我们只能要求自己放弃嘛，对不对啊？那这个时候放弃就好了。我觉得逼一个人上进这个事太难了，几乎我做不到。问这种问题的人都喜欢喜欢吃软饭的。就她可能没有跟男朋友在一起生活过吧，我觉得。她可能觉得就是感情里就是两个人一起摆烂就可以了呀，就是靠自己的那个就是工资啊，就可以生活得很好。我就觉得说，但凡说出这种话的人，就是没谈过恋爱的人，或者说对恋爱其实理解不深的人吧。起码我会觉得说，两个人在一起，对，就是会很辛苦。那一起创业也不错呀。就我还是那个话，就是这是你想象的，就这是你想象的，就是现实当中呢是怎么样的？现实当中是一个人有生意头脑，一个人没有生意头脑的人，那个人就想着，就是他去赚钱就好了，就是这是现实。你想的那种不是现实，就是现实当中就是很多人能偷懒就偷懒。他在感情里的付出是不相同的。这是你们理想派，就是你们可能就是没真正的就相处，两个人得沟通吧。那按照你就是沉甸甸，按照你的理解的话，那所有的感情都会长久，因为都能沟通，对吧？所有的感情都能长久，那为什么你没谈过恋爱呢？你都33岁了，你觉得所有的人都能沟通吗？或者说所有的感情、所有的姻缘都能沟通吗？那为什么离婚率这么高呢？离婚率高是因为两个人不沟通吗？你回答我这个问题，就是你觉得现在离婚率这么高是因为两个人从来没有沟通过吗？所以你是没有经历过，然后你就把很多事情想得非常理想化。和喜欢的人说，对呀，你说的这个东西是我认为的呀，
但不是另外一半认为的呀。就你要知道，恋爱是两个人在谈，你们要知道，你们要知道一点，恋爱是两个人在谈，恋爱是两个人在谈，两个人同步思想，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段感情会就是分开。就是同步思想这个事情是非常难的，就哪怕你思想同步了，那可能就是付出啊行动上也会不同啊。三观不合是的，等你真正的谈恋爱，你就会发现三观相同的人少之又少啊，少之又少，除非那些没有三观的人，可能对就是理想的生活其实他没有那么多要求的时候，我会觉得相反，可能两个人会相对长久一点，可能他过一天是一天，但凡有一个人是比较努力上进、思想比较活跃的人，可能这段感情就不太稳定你又进入了死循环就这个沉甸甸，我觉得你现实当中就是谁要跟你就聊天肯定会非常累就真的你是一个就是比较死循环的一个人啊，你是一个死循环的人，跟你聊天巨累。我都说了很多事情，就是你沟通啊是没有结果的你但凡就是说能靠沟通解决的事儿，我觉得这个那现实当中没有几件事情靠沟通能解决，那你都沟通解决，那要法律干什么呀？对不对？要规则干什么呀？啊？你比较理想化主播谈恋爱吗？主播暂时不想谈主播最近没有想谈恋爱。只有那种聊天就累的人其实我更喜欢原来的我，就是我会觉得说一段感情不合适就分开，那个时候可能就比较决绝，然后生活是快节奏的往前走。可能去了深圳做了实体之后，可能让自己的生活就慢了下来，然后对很多事情可能都会考虑再三，然后都会就让自己就怕做错选择，所以就没有那么勇敢了之前我觉得自己算是蛮勇敢的，现在没有不勇敢了生活可能就没有之前那么进展那么大了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自己勇敢，好像生活每一天都在快速的进步的那种感觉就快速的成长，现在可能还在倒退的感觉就那个时候就是会觉得说这段感情是不匹配的呀，或者说是错的呀，那很容易的就是会放弃掉要是另外一半只求安稳上班你非要赚大钱，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就不谈呗那不谈呗，因为两个人就是还是那话，就是未来规划不相同，你就算是勉强谈了，未来可能也会出问题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跟小大夫我俩分手的时候，我们也聊过这个事情，就是就是他可能就会觉得说，不说什么都不想分开。我说那不分开，我说我来北京，我来，就是做电影方面的东西，然后每天接触的人事儿、消费，跟你在惠州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那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的话，单靠爱情是没有办法的。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已经在外边就是应酬一天，然后跟这个导演跟那个制片在聊很多的关于电影方面的东西，回家之后我们聊什么呢？什么都不聊吗？因为我们的感情已经进入到2年的一个就是平稳期了，平淡期了，就属于平淡期了，已经没有那么多所谓的激情了，在爱情的那种那个热烈的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那更多的是柴米油盐，每天可能就需要聊聊天呐，然后去一起做一些事情。那可能我在北京做的这些事情他也参与不了，那这又怎么办呢？那可能这边有好的机遇，可能我就留在北京了，那又怎么办呢？他能来北京吗？他能放弃他的生活然后到这边来吗？就算他能来，他来了做什么呢？就是他能不能吃这份苦呢？就很多事情让我们其实都有考虑过考量过，后来就发现好像分开是必然的。你之前不是说你养他吗？你之前不是说你养他吗？是啊，我养他呀。你想说什么？就是你想表达什么呢？就是我有些人，你们就是聊天，你们要知道你们在表达什么，你们想表达什么，我就回答什么。安稳的日子也能很好的过完这辈子，没有人说安稳的生活它不是对的或者怎么样的。就这个相忘于江湖，我觉得跟你聊天也是非常累的，就是我们在探讨的是2个人在一起。你说的安稳的过日子，什么很好的生活，过完这一辈子，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这是2个人的生活吗？就你知道，就很多人就说出一句话的时候，你们不知道你们在表达什么，就是很多人都在说一句废话，而且没有任何跟别人聊天没有任何关联的一句废话就是你要知道我们聊的是什么，然后你说这句话跟这个话题又没有关系。还拍片子的想法吗？现在有拍片子的想法，但是没有投资。每个人的理念不一样，怎么沟通？是的，每个人理念不一样。
现在对什么样的人动心？没有吧？我觉得现在能让我动心的就是他对事业有很强烈的热情的人。我觉得啊，可能现在让我动心的就是他在现实当中他是非常有事业心，然后在做自己的相关领域的时候，他能散发出强烈的人格魅力的人，可能我会心动。因为你说我现在什么长得好看的呀，有钱的呀，身材好的呀，我都已经交往过了。其实没有，就觉得就现在可能都祛魅了，就是什么好看的呀，身材好的，什么有钱的，这些人我都祛魅了。但是可能就是事业心的这些人，我还是依然会很喜欢。真的合适吗？人家问的是我心动，又不是说我们在不在一起，能明白吗？他问我对什么样的人心动，我说我对事业心爆棚的人，有人格魅力的人会心动，但我没说我要跟他在一起。我都说了，我就不想谈恋爱的，现在就是完完全全没有这个需求和冲动，就是没有，就是谈恋爱很累真的挺累的，累就你们不懂这种累，因为你们没谈过恋爱，那你们要谈恋爱了以后，你们发现哎呀，谈恋爱好累。对，在一起保持人格魅力，那我觉得那就是太完美了。但是我觉得好像同居了以后也会祛魅啊。对，家里催婚了，我没被催过婚，我没有办法给你建议。但是我其实还是奉劝大家，出柜的时候要三思，要三思。对，因为我没有被催过婚，我不懂这种感觉所以我没有办法给大家建议。腰果说反正也找不着对象，这谁唱的？这是迪克牛仔唱的。迪克牛仔啊。出柜大家还是要三思，因为我其实我有一个跟所有人都不太相同的观点，就是我觉得你可以是同性恋，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做那个特别的人，但正因为你特别，所以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去接受这个事情。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觉得说你身为同性恋你有很大的压力，你生活的可能没有那么的开心，你会有条条框框，但是你也不能要求别人去接受这个事情，都出来支持你尊重你。因为直人的世界里边就
就是正常的男女，他们也会有条条框框，就大家都不是很轻松，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容易，都要去承受。你就像我一直都会觉得说，我现在好像就是比一般的网友们生活要过得好，但是其实都是那些不容易换来的。就到现在还会有人造谣和网暴我，只是就是可能你们看到都是我特别强势的在回怼，但其实这种声音就是络绎不绝，这种恶意是绵延不断的。然后一开始我觉得好像是自己的问题，后来我发现就是可能别人的直播间里，包括今天我在大锅的锅的直播间里，包括曾经我去龙二的直播间里，包括我私底下也跟龙二聊过，他们说就是恶意就是源源不断，就哪怕他们已经就是起码我会觉得龙二在我心里，他其实在互联网维系这些关系他已经维系得很好了，但是他说那些恶意真的绵绵不断。所以我觉得这些不容易啊，其实就是可能会跟随你一辈子，直男直女也会有，所以大家都不容易啊，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容易。你不要看到就是我们现在可能生活的蛮好的，有钱啦，有名气啦，怎么样？然后爱情啊，想有爱情就有爱情，但真的恶意就是不断啊！我跟谁在一起，只要我跟任何人在一起的时候，只要那些人知道他也在有抖音的话，他们就会去那个人的那个私信里边去挑事儿啊，挑拨离间呐，包括我跟每个演员之间也会有人挑拨离间，就是我都觉得好像这就是我们应该承受的啊，好像这些就是我们应该承受的，因为一定会这样，就是你习惯了啊。卡爷哥哥为什么要定居杭州？有人知道吗？你这个问题无解，你这个问题无解。人家为什么要定居杭州？人家想定居就定居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吗？就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要定居？为什么他不能定居在杭州呢？这个话题是无解的。他哪儿都可以定居啊，那他是人呢，他想在哪儿就在哪儿啊。而且你在我直播间里，你问这些东西有点不太好，尽量去他直播间里就当面问他就好了。的距离。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容易，就希望大家明白，都有不容易，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我曾经跟粉丝关系走得特别近嘛，那个时候有粉丝群呐，然后就是经常会跟就是那帮粉丝会组织给我刷礼物啊，然后
帮我打 PK 呀，那个是我直播的初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跟粉丝，因为那个时候就刚直播嘛，就觉得那帮粉丝真的很不容易。那个时候粉丝都是凑钱，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有工会的，然后每天有任务，就是主播与主播之间，就是比赛，就是你要达到多少，会有要求的。所以那个时候我的粉丝团里边大概没多少人，但是每个人可能凑30啊，凑100啊，就这种，今天就要赢得这个 PK 呀。所以那段时间跟粉丝关系特别近，然后就可能每天的精力都花在群里边跟粉丝之间的关系，然后就那个时候也特温柔嘛，但是后来紧接着就遭受了背叛，粉丝可能有的人就会莫名其妙的，就是说就是造谣啊，然后包括粉丝群里互相骗钱呐，就是你都不明白，就曾经有的粉丝对你那么好，然后他居然有一天他会莫名其妙的造谣，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曾经就被一个曾经对我特别好的一个粉丝造谣，我一开始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他喜欢另外一个粉丝，那个粉丝喜欢我。你们捋顺了这个关系吗？就是曾经有一个就是一般喜欢我的粉丝都是因为他们可能喜欢我嘛，然后他们就加入了粉丝群，然后但是呢，突然他加到粉丝群里以后，他会觉得百里屠夫可能就是一个主播，可能跟他们的生活就是有一点点远，所以他们就索性跟群里的其他粉丝产生了好感，但是那个其他粉丝可能还是喜欢主播的，然后他就会因此就造主播的谣，造主播的黄谣，让喜欢主播的那个粉丝不喜欢主播，就真的会发生这种事情。然后那个时候你接受这种背叛之后，你跟粉丝的关系就不会那么近了，而且任何对你好的人，其实你都有点提防，是这样的。这些东西可能大家感受不到，我们感受到了，包括同样是主播，然后主播与主播之间，就我曾经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我俩算是闺蜜的那种，然后我也给她写歌，然后反正我也尽量的去帮她。后来有一天，我的一个榜一就跟我说你要小心这个人。然后我就问怎么了，他说他曾经说过你一些事儿，所以那段时间咱俩关系不是特别好，就是这样。是小错吗？不是小错。中国的文字博大精深嘛，我给他写过歌，不是说我给他写过歌，是我给他写过歌让他唱，中国的真的文字真的是太多个意思了，太多的解说了啊。就是我曾经给一个人写过一首歌让他唱，就这种背后捅刀子的事儿，就是你们的生活里可能没经历过这些事儿，我们都已经经历过好多次了，而且逐渐的人心为什么会冷下来，就因为经历太多的失望了背叛失望就之类的，你防不胜防，
一般搞你的都是熟悉你的人，就好比就是有的时候我直播间里的黑粉啊，有可能是我身边的人的小号，这些你都是有可能的。所以逐渐的我就身边就没有跟我同行业的朋友了，背后说人坏话算吗？算也，我觉得说别人坏话这件事情也其实蛮初级的，对，蛮初级的。说别人坏话这个事情不算是捅刀的，因为这个蛮初级的，就我就是被造过黄谣，就是而且是莫名其妙的一个谣言，而且是被身边的人、身边的一个粉丝。你们就想想那件事情，我到现在我其实都不太理解，就是有一个粉丝，然后他还给我转了3万块钱，说让我拿来拍剧，给我转了3万块钱。然后后来因为他给我转了3万块钱，其实我蛮感动的，因为他也年纪也不大，然后给我转了3万块钱让我拍剧。然后从那以后呢，我的粉丝群就交给这个人，就让他做个管理员之类的，有一些事情就交给他来打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你也没有任何得罪他，就是因为他喜欢上了另外一个粉丝，那个粉丝对我一直执着，然后他就开始造我的谣，让那个粉丝放弃我，就是他真的给你转了3万块钱，真金白银呐，就是那么，就是我，而且那你说这种人，你说你怎么去看出来他会造你的黄谣呢？就是你没有办法预防的，你也看不出来的，你想你都想象不到。我甚至觉得说这个黄谣可能是别人造出来的，都不是他造出来的。但后来一对峙，果然是他造出来的。这个脑回路你不懂。我曾经还是因为也是一个榜一吧，榜一也是因为那个榜一吧，年纪也不大，然后也是挺喜欢我的，然后就是在我直播上刷了很多礼物。然后呢，因为那个时候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闺蜜，我就跟她说了，我说她就问，她说你最近直播蛮厉害的。然后我说有一个榜一大哥，然后是干什么的，我说但是我可能不太喜欢他。然后她说那你为什么不喜欢他？我就跟他说，可能是因为他什么人样，就是他可能太瘦了之类的，反正就说了一些就是缘由嘛。后来我跟这个闺蜜因为一首歌闹掰了，就是因为那首歌是我写的，然后她觉得它非常非常好听，她也想唱，然后她唱的时候吧，她就没有写这首歌是谁写的，大家都以为这首歌是她写的，粉丝也跑了过来问我说这首歌到底是谁写的？我说是我写的。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我有必要去提醒一下我这个闺蜜嘛，因为我觉得都是闺蜜嘛，我就提醒她，我说你那首歌很多人都不知道是谁写的，我非常小心的，因为我知道她脾气可能有点急，我说那首歌可能
大家都在问说这首歌到底谁写的，你看你是不是要标明一下原唱是谁之类的。然后他就生气了，他就说好的，然后紧接着把那首歌下架了，下架之后然后就不理我了。不理我之后，然后再过一段时间，然后这个榜一大哥就找我事儿，就说我欺骗了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说什么事儿啊？然后他就说你闺蜜说的啊，怎么的啊，怎么的，就那个时候就被捅刀子了。但你这种东西你也防不了啊，你这种东西你也防不了。然后我就跟那个榜一大哥我就说了，我说我就是跟他分享了我们的一些事情。然后那个榜一大哥歇斯底里的问说，那你不喜欢我？我说对啊，我不喜欢你。然后我就跟那个榜一大哥吵起来了，我说我根本就不喜欢你啊。然后就俩人已经剑拔弩张了。后来榜一大哥就突然觉得好像很多事情也能理解了，就没啥事儿。但是你知道，就是被别人捅刀子这个事情，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什么直播的好朋友了，我跟任何人主播都走得特别远了。还有一个事儿就是生活当中的，就是有一个酒吧老板追我，然后我带了一个朋友过去，后来我就跟这个朋友说，我说这个酒吧老板在追我，后来也没跟这个酒吧老板在一起，后来我这个带去那个朋友就跟酒吧老板在一起了。而且是背着我，就这种事太多了。但我其实我也能理解，因为其实我对感情就是太理性了。你也不能说站着人家就不让人家谈恋爱之类的，但是你这我从来没抢过别人的东西，或者说我从来没背刺过别人。为了获得一些东西，没有，从来没有过。就导致我现在可能就是跟任何人走的都不近了，特别是跟粉丝之间。是被我说困了吗？换首歌。主播如果愿意早就更成功了。什么愿意什么？主播如果愿意早就更成功，我愿意什么？想起在知你要起航，留不住心会憔悴，可更想看你远走高飞。十指相扣，许我的誓言，你说你绝不一去不回。风间
一些潜规则，潜规则有点严重吧？啊，没有什么潜规则，就是都是说什么呢？就是有一些有钱人可能，就是有一些有钱人可能喜欢上你的时候，可能你或许是因为钱跟他在一起，啊。因为我骨子里可能有点自卑吧，就是你骨子里，因为你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再加上我家里的教育的那种思想就是千万别低人一等，所以在有钱人喜欢你这件事情上，反而会什么呢？反而会更高傲，不是因为自己拿腔拿调，是因为就会觉得说跟有钱人在一起好像是一件很挣扎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就是特别高傲，就是你我觉得源于你的自卑。那如果说你家庭是一个比较优秀的家庭，你不缺这些钱的话，可能别人的钱对别人很有钱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讲的话，就还好啊，你就不会拿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但正因为你没钱，你家庭条件是这样的，所以你在面对那些诱惑的时候，你会异常的高傲。你看这么多年，我没有跟特别有钱的人在一起过，就曾经有一个第二段剩下全都是小孩子，就你本质里你会觉得说好像应该选择爱情。那个第二任其实他也算是爱情，所以才选择的。如果说那个感情没有到的一定程度的话，他有钱反而是一个你不选择他的原因啊。听听这首歌《傻子的约定》，很好听啊。我还怀念的夏天，星空下你依偎在我身边，微风轻拂的海面，汽笛响起在知你要起航，留不住心会憔悴，可更想看你远走高飞，十指相扣，许我的誓言，你说你绝不一去不回。风渐渐大了，渐渐大了，吹散了去年夏天傻子的约定，他还在告诉自己，坚持会不一样，流星会掠过擦亮他脸庞。我渐渐大了，渐渐懂了，明白了自由自在面对伤害，世界总会慷慨，留下属于我的精彩，在每次擦干眼泪的地方。
歌词写的真好啊。我还怀念的夏天，星空像你依偎在我身边，微风轻拂的海面，记忆响起才知你要起航，流不出心会憔悴，可更想看你远走高飞，十指相扣，虚弱的誓言，你说你绝不一去不回。风渐渐大了，渐渐大了，吹散了去年夏天嫂子的约定。他还在告诉自己，坚持会不一样，流星会掠过擦亮他脸庞。我渐渐大了，渐渐懂了，明白了自由自在面对伤害，世界总会慷慨，留下属于我的精彩，在每次擦干眼泪的地方。好的呀，可以养别人，但不能被别人养啊。可以养别人，但不能被别人养。现在我也觉得说我养不了别人啊，别人养我这件事情，其实我妥协了好多年了。我也就是我非常，我觉得我需要妥协这一点，就是如果说有人愿意养你的话，你试着改变一下自己。但是我真的努力了好多年，还是做不到，就是就想去让自己妥协这件事情没那么累啊，你就是做不到，就你的脾气，你就是这样的人。我之前我还努力尝试，现在连尝试都不尝试，因为我了解自己了，就靠自己就好了呀，对吧？也不是，现在生活的很好，就是也不是说很容易，但是你要说生活的就是很差，现在也不会了，因为你已经累积了一些东西。你喜欢的人吗？我有吧，有喜欢的人，但是就没有那么强烈的喜欢啊。就是我现在可能就对感情没有那么需求，所以就是可能有喜欢的人，但是没有那么强烈的想在一起的冲动啊，就没有。现在平静，心里很平静，唯独不平静的其实就是对电影这一块还是会不平静，还是想着说多拍一些作品出来啊，这可能是我唯独不平静的点。咱其实就是劳碌命啊，说白了就是你可能你生活当中有对你好的人，但是可能你就需要找一个你需要的感情，不是对你好的感情啊，你的劳碌命就这样，那你没办法。
跟自己就是越来就是沟通了几次，内心需求什么，你逐渐你知道了。我其实还蛮想，如果说真的能开始谈恋爱的话，我其实蛮想找一个跟自己思想比较同步的，然后经济能力差不多的，我觉得这种可能是我现阶段最需求的一段感情。但是哪有那么容易啊？所以就没有那么强烈的想谈恋爱的冲动。就真心的啊，真心的没有想谈恋爱的冲动，并不是说因为找不到累了，不是，是真心就会觉得说，就还好，对，那生活的也蛮自由的。天天大了，累，直播直一会儿就累，现在直播不骂人呢就很累。你说直播骂人吧掉粉儿，直播不骂人我很痛苦。我今天直播其实就很想骂人，不骂人真的好憋屈啊，好想骂人。真的，你不直播骂人真的是觉得好无趣。不骂啦，歇会儿，等会儿再过来直播吧。拜拜吧，歇会儿。